我赋予鹰堂堂神医，穿到了同名同姓的极品舔狗，摄政王妃身上。他放下身段，每天除了哭二闹三上吊外，别无其他。也难怪男人厌烦。既然我来了，必然不会再当着窝囊废。很不幸，我就是那个被宠妾灭妻的妻。铜镜里，我大半脸灰黑色的胎记，耳边丫鬟红渊正气愤开口：“王妃，一个侧妃进门，坐的是大红花轿，走的是正门。那又怎么样？”我淡淡说着，低头看自己身上可耻又暧昧的红痕。红渊难以置信：“您那么爱王爷，王爷却在你们新婚第2天以正妻李玉娶侧妃，还是一个乡下连门第都没有的女子，这摆明就是……”我叹了口气，没理会他，起身整理了一下，便往外走。红渊一愣：“王妃，您这是休夫啊？”红渊呆在原地。我快步穿廊过院，忽见一个下人惶恐跑来：“王爷不好了，少爷吃东西卡住了，吐不出来，已经去叫了，但最快也要。”“叫大夫，我是大夫吗？”“已经去叫了，但最快也要。”“所有人去找最近的大夫，最快速度带回来。”宇文耀快步走来，路过我时视若无睹。我转身跟了过去。萧南脸已憋得发紫，呼吸困难。宇文耀大发雷霆：“大夫什么时候能到？”“我能救他，让我来。”我开口道。宇文耀见是我，脸一沉：“滚，把他拖下去！”下人们立刻上前压住我。我怔了怔：“孩子快不行了，死马当活马医，你也得让我试试。”宇文耀看着萧南转紫的脸色，咬牙道：“你敢做小动作，本王会让你生不如死！放开他！”我跑向萧南，从他身后环抱，一手握拳顶住他腹部，另一手按压拳头，向上向内快速冲击。一块糕点从萧南口中喷出，他大口咳嗽起来，碎渣不断飞出。宇文耀一把拽开我的手：“他为什么这么难受？你做了什么？”我手腕生疼：“你眼睛瞎？东西吐出来就没事了。”咳嗽是因为碎渣卡着喉咙发痒。宇文耀皱眉盯着我，这时大夫才被抬到。检查后，大夫禀报：“少爷已无恙，以后吃东西需细嚼慢咽，勿受惊吓。”宇文耀看向萧南，萧南小脸通红，小心地瞥我一眼：“因为下人说干爹和王妃要圆房，我要有弟弟了。”宇文耀怒瞪我：“还不是你害的？”这也算我头上。我简直无语。周子雅扑来抱住他：“你没事了吧？吓死我了。”萧南摇头，又悄悄看我。我脑内弦快崩断。宇文耀是干爹，周子雅是干娘，叫我却是王妃。萧南是宇文耀副将的遗父子，原主因他叫自己黑脸怪物而厌恶他，还曾体罚他中暑昏迷，难怪宇文耀不信我。原主啊，你留下什么烂摊子？周子雅一副女主人姿态：“大夫，需不需要喝点补汤？”我笑了，小孩脆弱，有些话怎么偏让他听见，受刺激了呢？周子雅手臂一僵：“宇文耀不是傻子。”“萧南，谁告诉你我和王妃圆房？”院中寂静，周子雅使个眼色，角落丫鬟跪下：“是奴婢多嘴，奴婢该死。”宇文耀沉脸：“你是伺候萧南的，怎么会知道？”门口侍从上前：“王爷，是属下多嘴。属下见王爷不喜王妃，想着让少爷替王爷解围，才自作主张。属下领罚。”我直呼好家伙，周子雅摘得干干净净。宇文耀挥手：“去刑罚堂领罚。”这时侍卫附耳说了什么，宇文耀脸色微变，抬步便走。本王有急事出城，可能赶不回来，你先休息，照顾萧南。宇文耀头也不回的消失。周子雅咬唇忍下，我差点笑出声。他转头看我，我坦然回视。他一愣，随即温和上前：“姐姐耳朵上有血，没事吧？”“谢谢关心。”我笑。“不过我爹娘就我一个，你哪位？”“我们都是侍奉王爷的，自然是姐妹。”“免了，和一个无媒而合的妾姐妹相称，有失身份，叫我王妃就好。”周子雅眼中闪过怨恨，后退一步：“王妃所言甚是。”萧南躲在他身后：“你不要欺负干娘。”周子雅抱住他，惶恐道：“王妃不要和孩子一般见识，有什么冲我来。”下人侍卫顿时全防备地看我，我贴近他，盯着他眼睛，想让我高兴，很简单，别来惦记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说完，我冷笑转身，潇洒离去。回房后，我仔细看镜中的脸，瘆人，但底子好，这并非胎记，而是毒素沉积。回房后，我仔细看镜中的脸，瘆人，但底子好，这并非胎记，而是毒素沉积，能解，但需时间。我清理了头上伤口，叫来丫鬟春华，去给我弄套最好的银针。春华低头问：“王妃要这个做什么？惩罚下人的话，绣花针就够了。”我眼神一冷，原主脾气变差，少不了春华出谋划策。上次体罚萧南就是他的主意。王爷每月总有几天身体不适，众大夫都陪着。我若学会医术，便能陪在王爷身边。春华眼中闪过不屑，嘴上却应：“王妃高明，奴婢这就去。”他走后，我脸色沉下。这春华怕是周子雅的眼线。我唤来红渊，
从今天起，我的事谨慎对外人说，这院子里我只信你。红渊一怔，郑重应下，随我出府。我起身准备买药治脸。红渊低头，王妃，王爷刚才传令，说您行为怪诞，不尊夫君，罚3天禁闭。我一巴掌拍在梳妆台上，他还有时间下令？这时春华捧着盒子回来，为了这套银针，花了奴婢不少功夫呢。多少钱？10两黄金，奴婢讨价还价好久。我关上盒子，砸向他脚边。你当我是傻子？这种垃圾东西糊弄谁？春华跪下，王妃误会，10两黄金，奴婢讨价还价好久。他慌了，是卖针的人。不说实话，我就亲自查。他这才哭道，盒子银针共1两黄金，奴婢弟弟欠赌债，一时鬼迷心窍。我冷笑，是你自己说吞了多少？他脸色刷白，我算不出，那就打完贱卖，回点本。春华连滚爬到我脚边，王妃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卖掉我。翌日，院子里，春华被吊在树上，红渊执鞭，啪啪，春华惨叫不止。我坐在椅上喝茶旁观。原主院里不知还有多少眼线，今日当众惩罚，就是杀鸡儆猴。原主院里不知还有多少眼线，今日当众惩罚，就是杀鸡儆猴。多少鞭了？48，他快熬不住了。红渊担心道，那就停下。春华刚被放下，周子雅便带人冲了进来。天啊！他小跑至春华身边，怎么伤这么重？他转向我，愤愤道，王妃，丫鬟也是人啊，何至于如此狠毒？话音刚落，宇文耀从外走近，周子雅像早知如此，扭头哭道，王爷，奴才的命也是命，王妃怎能把人打成这样？宇文耀瞥了一眼春华，皱眉看我。红渊急辩，是春华私吞银两，小姐才罚他的，主子罚下人有什么不对？角落里一丫鬟突然跪倒哭诉，王爷，春华胆小忠厚，怎会偷钱？王妃，丫鬟也是人啊，何至于如此狠毒？小姐常这样，求王爷给春华请大夫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宇文耀目光更冷，我气笑，言之凿凿，那便调查。啊！周子雅尖叫打断我，宇文耀立刻奔向他。怎么了？周子雅扑进他怀里，手指发抖。死人了，那下人没气了。他仰头楚楚含泪，我眉心一跳，48鞭不可能打死人。春华刚才叫声并不虚弱。我走向尸体想检查，经过时，周子雅惶恐缩进宇文耀怀中，宇文耀一把抓住我甩开。够了！你还想做什么？连尸体都不放过！我本就有伤，被他这一甩，摔趴在地，手心手肘鲜血淋漓。我瞪他，你进门前没听见他叫声？几十鞭能打死人？我不顾流血，起身又要上前。周子雅落泪喊道，人都死了，你还在推责？你说鞭子打不死，你又没试过，你知道多痛吗？手心手肘鲜血淋漓，我眼皮一跳。宇文耀以冷冷开口，你认为几十鞭打不死人？是。我仰头，你可以验尸。不必。他打断我，我眼皮一跳。宇文耀以冷冷开口，你认为几十鞭打不死人？我气急，你明明可以验尸。本王脑子有坑，不懂转弯。宇文耀冷漠道，况且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。好个记仇的男人，竟因我一句话就要动刑。带走。我被强行吊起，宇文耀命红渊用同样的鞭子，同样的力道打我。红渊哭着手软，宇文耀冷声，你不打便让侍卫代劳。奴婢打。鞭子落下，火辣辣的痛从皮肉炸开，我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48鞭结束，我浑身冷汗，后背麻木，却硬是站稳。宇文耀一直在旁审视，目光探究。欲擒故纵。他忽然道，我几乎气笑，王爷，我没死，现在可请仵作了吗？后院小事，动用仵作，王府颜面何存？那便将春华尸体交我看管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我紧盯他，我这顿鞭子不能白挨。宇文耀似被我不同以往的态度所摄，顿了片刻。后院小事，动用仵作，王府颜面何存？那便将春华尸体交我看管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我紧盯他，我这顿鞭子不能白挨。宇文耀似被我不同以往的态度所摄，顿了片刻。随你。他转身离去，我松下紧绷的弦，眼前一阵发黑。红渊盯好尸体，交代完这句，我便陷入昏沉。恍惚间，我置身一处奇异空间，面前立着药柜与书架，柜上标签尽是稀有药材名。拉开抽屉，一套银针静躺其中，书架上则摆着年代久远的医书，内容精妙，甚至有我曾见过的残缺古方全本。我如获至宝，沉醉翻阅，直到被红渊唤醒。小姐，
你昏迷一整日了。我正要问尸体之事，却瞥见手中竟握着梦中那套银针与医书。梦中之物竟现于现实，我压下惊异，暂且接过粥碗。春华尸体如何？奴婢看得牢牢的，无人能动。红渊为我喝粥，疑惑地看着我手中之物。这银针和旧书，小姐何时有的？我来不及解释，只让他请大夫来看伤。大夫把脉后开了方子，我接过稍作修改，又另写一张递给红渊。按这2张抓药，勿让人知。红渊怔了怔，点头应下。我瞥见他手背青紫，拉住问：怎么回事？侧妃要烧尸，奴婢拦阻时磕碰的，不得事。他忙道：幸好王爷有令，尸体已妥妥看住了。他倒还讲点信用。我冷笑，又提笔写下一张方子，一并抓来。红渊不问，依言照办。服药3日，服以自行针灸，我已能下床行走。恢复后第一件事便是直闯宇文耀的书房，侍卫拦路。王爷正与钟大夫议事，王妃请回。那我便出去嚷嚷，让全京城都知道王爷暴打正妻，宠妾灭妻。我扬声，侍卫变色，只得入内禀报。片刻，我获准入内。宇文耀面罩寒霜，钟屋则闲坐品茶。提到后事，能下床便来生事。宇文耀冷哼，我来讨个说法。我截断他的话，春华之死，你须给我交代。人是你打的，死于你愿，与本王何干？我打他事出有因，他是在周子雅接触后突然断气。宇文耀厉声，那48鞭本是就此接过，你竟还敢攀扯子雅？钟屋忽然放下茶盏，王爷何不听他说完？宇文耀皱眉，你竟管这等闲事？或许有趣呢。钟屋微笑，我只想听听王妃如何说。若再撒谎，刑罚加倍。宇文耀盯着我，可以，我迎誓。但若证明我遭诬陷，你当如何？你当如何？你想如何？我赋予鹰堂堂神医：1. 我抽你48鞭；2. 你跪地道歉。钟屋呛茶咳嗽，宇文耀难以置信。你要本王下跪？怕了，我激他。本王何惧之有？他拍案，便给你机会狡辩。钟屋想拦已不及，我立即道：钟大夫为证。钟屋眯眼，自然。我取出账本拍在桌上。我为何打春华？账目一目了然。王爷若疑，可派人详查。宇文耀翻看账本，面色渐沉。他召来亲信，令其核查。亲信领命而去，在门口与匆匆赶来的周子雅擦肩。王爷，周子雅盈盈行礼，见到我一窃一笑。宇文耀问：你怎么来了？他笑容微僵，随即柔声：多日不见王爷，知钟大夫在此，特来问候王爷玉体。本王无恙。宇文耀温声安抚，转向我时眼神复冷。账本已查，你还有何把戏？此时红渊出现在门外。小姐，尸体已抬到。尸体？3人皆惊。周子雅急道：皇妃怎将晦气之物带至此地，与王爷身体不利？嫌晦气，便移步院中。我率先走出，众人随至院中，只见地上竟横陈数具尸身。周子雅惊呼，躲进宇文耀怀中。王妃竟杀了这许多人。宇文耀下颚紧绷，这些尸体从何而来？王妃竟杀了这许多人。宇文耀下颚紧绷，这些尸体从何而来？钟屋却神色了然。我看向他，钟大夫可否为王爷解惑？宇文耀察觉有异，望向钟屋。钟屋无奈摊手，此事我本无意卷入。他指向红渊，让这丫鬟说罢。周子雅急道：红渊是王妃的人，其言岂能轻信？别急。宇文耀拍拍他手背，目光仍定在钟屋身上。钟屋对红渊道：你且如实道来，若有错漏，我会纠正。红渊低头称是，将经过娓娓道来。我昏迷后，他稍作安置便去守尸，却发现尸体已被转移。他召集几名陪嫁小厮分头寻找，最终在一偏僻树林发现春华尸身。几人正堆柴于焚尸，见红渊独身，竟欲连他一并灭口。危急时刻，钟屋路过，以毒针击杀暴徒，救下红渊，尸体方得运回。钟屋点头，他所言属实。当时我并不知他身份，但他提及王府，我便出手了。他话锋一转，指向春华尸身。看守时我发现此人死于蛊毒。宇文耀脸色骤变，你确定非鞭伤致死？鞭伤仅皮肉之损，不致命。钟屋正色，且你知我与蛊毒的渊源，我断不会看错。他指向春华右耳后，此处红点便是铁证。我向钟屋投去赞许目光，这与我的判断完全一致。蛊毒罕见，需特定气味诱发虫体自毁试毒，致宿主利弊。而那日唯一靠近春华的，只有周子雅。转向宇文耀，钟大夫已证我清白，请王爷履行承诺。
宇文耀捏了捏鼻梁，咬牙瞪向钟乌。如此要事，为何不早报我？钟乌耸肩，忘了。况且你答应的太快，我来不及拦。此时亲信返回，呈上账本。王爷，账目无误，计算亦确。宇文耀深吸一口气，将账本扔还给我，沉声问：地上失手，哪些是府中人？仅2人是。洪渊答。宇文耀当即召来管事，管事入院见尸，顿时面如死灰，扑通跪地。小人知错，王爷饶命。宇文耀面色铁青。你错在哪里？管事连连磕头。小人不该贪图春华安置费，擅自决定焚尸。周子雅抢话道：王爷，管事家中遇难，才起贪念，且罪不至死，念他多年辛劳，略施惩戒便罢。管事连忙称是。我冷笑，若只为贪钱，为何被发现时要杀洪渊灭口？管事一脸茫然。奴才不知啊。我暗吃，死无对证，果然是好手段。宇文耀沉吟片刻，带下去家法处置，撤职逐出府。谢王爷开恩。管事被拖走前，还不忘向周子雅叩谢。焚尸之事就此接过，虽不满足，但拔掉周子雅一枚棋子也算收获。我转向宇文耀，春华死于蛊毒，而当时唯一近身之人便是周子雅。王妃慎言。周子雅泪眼盈盈，我怎会懂那阴毒之物？若你认定是我，请拿出证据。够了。宇文耀打断，无凭无据，不得妄言。他温声对周子雅道：你先回去。周子雅乖顺颔首，对我行礼。怀疑王妃是妾身的错，改日必登门致歉。我这一时难扳倒他，但今日已让他沾了一身腥。转而提醒宇文耀，王爷该履约了。宇文耀命人处理尸体，朝外唤道：周九，取鞭来。名唤周九的侍卫应声而入，正是那日替周子雅顶罪的侍卫。我记下此人，接过长鞭。若王爷自觉挨不住，改跪地道歉亦可。我挑眉，做梦。宇文耀脊背挺直，目光厌恶。要打便打。我这一时难扳倒他，但今日已让他沾了一身腥。我嗤笑，扬鞭抽下，啪，鞭声脆响。但我用尽技巧，结结实实抽满48鞭，爽快。掷鞭于地，我扬长而去。我也再看背后血肉模糊的宇文耀一眼。回院后，我遣散所有下人，只留洪渊。小姐，人手恐不足。洪渊犹豫，有手有脚，何须多人伺候？卧床时他们又可曾尽心？我冷笑，暂由你一人打理，日后我自会挑选可信之人。洪渊领命。清闲数日，我正在院中琢磨饮品。洪渊来报，钟大夫求见。若能教好钟大夫，或可在王爷面前为小姐美言。洪渊，我打断他，我对他已无情。若非他旧疾复发，我早所休书离去。洪渊怔住，这位只是小姐苦心求来的，真要拱手让于周子雅。我动作一顿，是啊，若就此离去，岂非便宜了那女人？此事容后再议。我摆手，请人进来吧。钟乌入院，径自坐下。王妃好兴致，有话直说。我转着手中蜜桃。钟乌浅笑，王妃变化颇大。换你被踹至五脏受损，你也会变。我讥讽，钟大夫此来是为问春华死因，还是好奇我何以知蛊毒之事？钟乌微哑，若王妃愿告知，我亦愿交换信息。那便说说宇文耀的旧疾。王爷每月复发，痛楚难当，此次托王妃之福，鞭伤加重淤血，更添痛苦。钟乌苦笑，我勉强压住痛楚，方得空前来。说了等于没说。我知他敷衍，便也湖州。我梦遇仙人指点，略通医毒罢了。钟乌自是不信，双方皆不坦诚，终无所得。2日后，洪渊荒跑来报，冰窖中的白桃乌龙茶被人盗了。我合上医书，何人进出？只有小少爷为纳凉，及王爷院中下人取冰。明日同一时辰再做一壶，我亲去守着。是夜，我在院中乘凉，命洪渊燃艾草驱蚊。忽见地上蛇影游动，急步上前，以树枝定住蛇首。嘶，另一条蛇盘身欲攻，我眼疾手快，抽其7寸，再以树枝贯穿蛇头。今晚加菜，辣炒蛇肉。我回头见洪渊面色惨白，小姐，这毒蛇若被咬到，已死了。我拎起蛇尸往厨房去。次日清晨，厨房骚动，我被请去时，见宇文耀与垂泪的周子雅立于门前。王妃可知这2条蛇乃侧妃所养？周子雅的丫鬟轻咳怒道：侧妃视若珍宝，今晨见其残骸，悲痛昏厥。您怎能如此残忍？您怎能如此残忍？周子雅倚着宇文耀啜泣，我冷笑，毒牙未拔的观赏毒蛇。昨夜他们袭我
我正当防卫，食之无愧。谁养毒蛇不拔牙？嫌命长。周子雅攥紧手绢，拔牙太痛，我本欲养些时日便放归山林，连解药都备好了，岂料竟被你……早知是你养的，我露齿一笑，定分你一碗羹。周子雅气急，王爷，他毫无歉意，还出言讥讽。宇文耀揉额，本王赔你2条一样的，但需拔去毒牙，妾身怕他们再遭毒手。周子雅掩面奔离，宇文耀瞪我一眼，针对子雅无不无聊。言罢追去，我翻了个白眼。你有的不是救急，是眼疾。午后，红渊将新制白桃乌龙茶放入冰窖，我与他隐于转角守候。时至昨日光景，果然见一仆从端湖而出。红渊低语：“是小少爷的侍卫。”我们尾随至萧南院外，见萧南正欣喜，欲接茶壶。我大步上前，一把夺过。这壶茶，你可问过主人？我一把夺回茶壶，萧南吓得后退2步。侍卫想拦，被我推开。昨天的也是你偷的。萧南瑟缩着点头。给钱。我伸手，10两一壶。这么多？他睁大眼。独门配方，自然贵。偷东西还想白喝？萧南小声道歉，解释是因口渴贪嘴。我坚持收钱。他最终乖乖交出20两，抱过茶壶跑回房。人傻钱多。我掂掂银子，毫无负担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午后红渊抱回本月分发的布匹，颜色老气，质地粗糙。我挥手让他压箱底。下月若再如此，直接告诉我。这显然是下人故意刁难，这次我忍，下次必清账。红渊又愤愤说起周子雅在厨房炖鸡汤，备了许多贵重食材。王爷今晚在他那儿用膳，定是安慰他死了爱宠。可那毒蛇明明要咬小姐，该被安慰的是您才对。我冷笑，他算准毒蛇奈何不了我，真正要的是宇文耀的怜惜。你说他放了许多药材，红渊仔细形容所见药材特征。我听完，嘴角一勾，记你一功，快去买只公鸡来。红渊，公鸡炖汤不是母鸡更好？正因他用的是母鸡，我们才要公鸡。黄昏时分，我抱着公鸡踢开周子雅房门。周子雅正为宇文耀盛汤劝饮，被惊得汤勺落地。我嗓门震天，大公鸡你好惨啊，你的伴侣被人炖了啊。蛇命是命，鸡命就不是命吗？宇文耀脸都青了。小病。周子雅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。宇文耀胃口全无，甩袖离去。本王还有公务。目的达成，我笑眯眯端走砂锅。浪费可耻，这汤我替你喝。当夜，我与红渊分食完鸡汤，红渊打着饱嗝。小姐，接下来我起身，该挑下人了，还要买驱毒般的药材。次日，我首次认真逛了街市，百姓见我阴阳脸，皆避让，孩子也被父母匆匆抱走。我无奈，只让他们不必行礼。至最大药房排队时，前头老太太递上药方抓药，年轻伙计一方配药，最后一位却拿错了。我出声提醒，那是日月子，不是明米子。王妃，这里是药房。旁侧响起击朝张子欣。他懂什么？只会耍手段罢了。太后远亲，曾恋慕宇文耀，向来厌我。我懒得理他，只对伙计道：明米字姓杨，会破坏此方药性。你再细看笔记。张子欣夺过药方，白纸黑字就是明米字，你少唬人。坐堂赵大夫闻声出来，一看便道：确是日月字，这笔记是孙老头的毛病，总把日月写连笔。坐堂赵大夫责令伙计重抓并道歉。张子欣脸涨通红，扔下药方指我：瞎猫碰上死耗子，你给我等着。说罢狼狈而去。我平静抓完所需药材，唯缺2味冷门药，需等2日补货。随后至奴隶市场买下3人，回府时却被门卫拦下。门卫问：王妃，这3人是？随后至奴隶市场买下3人，回府时却被门卫拦下。门卫问：王妃，这3人是？我说：我院里缺人，王爷知情，不信可去问。侍卫通报后，引我至书房。周子雅红着眼坐于侧，宇文耀面沉如水，桌上散着破损发饰。这些是不是你弄坏的？我拾起细看，是原主仿制周子雅首饰泄愤的假货，是仿品，并非真物。王爷可查证。宇文耀脸色更差。嫉妒至此还不够，竟用巫邪之术诅咒子雅。从袖中取出扎满针的草人砸向我，草人擦过我脸颊，留下血痕。我捡起，见背后贴着写有周子雅名字的红纸。宇文耀声压怒火，跪下认错。我将草人扔回桌上，不是我做的，真用巫术，岂会不写生辰8字？宇文耀，这字迹是不是你的？是，无法否认，那却为原主笔记。他曾写满红纸诅咒，但从未扎草人。宇文耀，跪地向子雅道歉，或去刑罚堂里罚。我静默片刻，抬眼直视他，是不是唯独对我，你聪明的脑子才会坏掉？宇文耀，你说什么？
若有人从你书信剪下名字贴在草人上，是否也算你行巫术？我语气冷彻，这等陷害我不认，道歉绝无可能。宇文耀拍案怒斥，东西是从你院里搜出的，东西是从你院里搜出的。我嗤笑，趁我不在时，什么不能塞进来？周子雅掩面气诉，王妃总将过错推给我，若王爷也疑我愿去刑罚堂领罪。宇文耀起身逼视，跪下。我直视他，我不跪，没做过便是没做过。转而讽刺周子雅，你不如将私藏的我罪证一次全拿出来，省得我日日防你。周子雅退后半步，泪落如珠，是昔日下人良心不安才揭发，怎成了我处心积虑？你这眼泪该分一半给枉死者。话未说完，宇文耀已至面前，一掌乖在我脸上。够了，不知悔改，还血口喷人。他怒道：来人，王妃身染孽障，明日送往寺庙清修半年。我拭去嘴角血丝，心却蓦然一空，原主残留的最后一丝执念仿佛随这一掌消散了。不必，我冷笑，给我休书，从此两清。你以为本王不想休你？若非为朝局安稳，那就由我休夫，那就由我休夫。我打断他，只要我主动，便无人能指摘你。周子雅急道：女子岂能休夫？宇文耀目光复杂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人总会犯蠢，清醒了便好。我转身离去，明日入宫面圣，做个了断。次日清晨，宇文耀径直闯我房，不容分说，将我扛上马车。不是入宫，我正道：师父病故，今晨报丧。他沉声：休书之事，祭拜后再议。马车疾驰一日一夜，至一朴素院落。宇文耀于灵前跪叩良久，方接下一封遗书。忽有丫鬟奔来哭报：妞妞小姐又发烧了，主家夫人机遇昏厥，大夫说若再发烧便没救了。这孩子是我长子独苗啊，让我看看。我上前，我略通医术。宇文耀瞥我，莫在此添乱。随即命人速请临镇大夫。我随妇人入内，见女孩面色潮红，腿伤处织物粘连，脓血渗出，伤口化脓，岂能这般捂着？宇文耀抓住我手腕，你又不懂医，逞什么呢？我甩开他，和上次救萧南时一样，你总是如此。转而向妇人，至少先为孩子降温。妇人心焦张望，临镇大夫终于赶到。诊脉后，大夫神色凝重，情况不妙。查看伤口时，女孩痛呼惊醒。我凑近一看，顿时气结，伤口糊满黑色药膏，脓血混杂，边缘已现溃烂。庸医，我斥道：此膏闭塞伤口，反出脓毒，需立刻清创。大夫不悦：你是何人，敢指手画脚？宇文耀凝眉：傅雨英，你……我能救他？我直视他，若因你阻拦误了性命，这孽障算谁的？妇人扑通跪下：王妃若真有法子，求您一试。王妃若真有法子，求您一试。宇文耀沉默片刻，退开半步。我立刻吩咐：取烧酒、沸水、干净棉布，还有蜂蜜。又对大夫：借你银针一用。大夫和丫鬟对所需物品困惑不解。我简洁吩咐：听我的，去找来。丫鬟看了一眼病榻上的妞妞，转身跑去准备。面对一坛黄酒，我需蒸馏出酒精，没有精密仪器，只能凭感觉尝试。丫鬟找来一个小花瓶，我让她继续寻找更多容器。我将竹子截成所需长短，拼接成90度夹角，用织布和黄泥密封接口，制成简陋的蒸馏装置。倒入黄酒，点燃蜡烛加热，在主管出口处浇灌冰水，促其冷凝。第一滴液体滴落，第一滴液体滴落，我尝后确认提纯成功，成了，再蒸馏一遍浓度就够了。我兴奋道：大夫不解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我解释：提纯酒中酒精，用于消毒，比直接用酒效果好。此时宇文耀默默蹲下，学着我的样子处理起竹子。我惊讶：你不是不信我吗？他头也不抬：闲着也是闲着。他手艺竟比我精细。我接过竹子，继续架设更多装置。蒸馏要点告知众人后，宇文耀也独自看管起一套设备。第二遍蒸馏结束，酒精浓度已够，妇人也将所需药材取回。煮汤药，我吩咐着，将小刀过火后进入酒精消毒。麻药起效，我直刀利落削去溃烂皮肉，仅几息便停手。撒上宇文耀提供的外伤药后，血很快止住。按此药方每日换药。我写下注意事项：伤口需通风，勿要闷着。宇文耀取过纸笔，将我所述逐条记下。我挑眉：现在信了？他脸色一沉：你从何处学来这些？重要吗？我懒得争辩，继续手上的动作。伤口渗血，我撒上宇文耀给的外伤药，血很快止住。我让大夫接手敷药，对妇人叮嘱换药与护理要点。伤口需通风，勿要闷着。随后我另写术后药方。宇文耀却抽走我手中的笔，另取一纸，将我方才所言逐条记下。我看着他，看你是不是被调包了？之前不信，现在却记我的话。宇文耀脸色一沉：若说调包，
该是你。富家无人学医，你从何得来这身本领？我冷笑，谁愿变成我？让你来当，你当吗？自找的。宇文耀搁笔，我不再争论，向妇人讨了间客房休息。大夫为妞妞上药把脉后，脉象已趋平稳。他正想找我探讨，却被宇文耀叫住。他手法如何？大夫叹服，干净利落，老夫远不及。只是，他迟疑道：“王妃久居深闺，何处练就此等手法？”宇文耀沉思不语，片刻后道：“莫去扰他休息，准备返程。”我醒时已是黄昏，宇文耀独占院中，侧影在夕阳下显得沉静。比猪还能睡。他头也不回道：“哪比得上王爷铁打的身躯？”我反唇相讥。启程。马车上，我们依旧分坐两端。宇文耀试图探问医术来历，被我以仙人指点等话敷衍过去。他不再追问。午夜，队伍行至峡谷长桥，异变陡生。宇文耀的马车行至长桥中央，埋伏在两头的敌人骤然杀出。宇文耀的马车行至长桥中央，埋伏在两头的敌人骤然杀出，与护卫战作一团。嫡媳，保护王爷！护卫队长高声疾呼。车夫扬鞭欲加速冲过桥去，但高处弓箭手已瞄准马车。车厢内，我与宇文耀同时惊醒，各自从车窗窥探。一支箭擦过我的额前，射中左侧马匹大腿，马匹嘶鸣挣扎，随即无力倾倒，箭上涂了强效麻药。有弓箭手！车夫喊道。另一支箭穿透车厢木板，卡在臂间，我们成了活靶子。车夫砍断伤马绳索，将其踢开，下一刻却被山上一箭射中胸口。他还欲坚持驾车，数箭已迎面射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宇文耀从后一脚踢开车夫，剑光闪动，将飞剑尽数隔开。我躲在车中看得心惊，光线如此昏暗，他竟能悉数挡下。宇文耀头也不回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拖下车。汽车，桥要断了。敌人已点燃火箭射向桥身，火焰蔓延，三人向前狂奔。车夫武伤断后，我被护在中间。宇文耀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腕，传来的不止疼痛，更有一种坚实的安全感。我奋力奔跑，唯恐拖累。火焰烧断一根粗绳，桥体猛倾。我踉跄之际，车夫又中一箭。王爷勿管我，箭上有毒。车夫急呼，宇文耀却反身将他拽起，边挡箭边向我冲来。只差3、4步时，桥轰然断裂，另一头主绳已被烧断。我扑身欲拉，却见车夫用尽最后力气将宇文耀向上一抛，自己坠落深渊。宇文耀借力抓住我的手，我拼命拉扯，却反被带向崖边。他顺势翻身而上，将我也提了上来。我瘫坐在地，冷汗涔涔。但危机未解，高处弓箭手仍在瞄准。宇文耀毫不犹豫杀入战局，其身手远超寻常护卫。所到之处，敌兵纷纷倒地。我瑟缩于角落暗室之后，不敢妄动。敌箭久攻不下，竟下令无差别箭雨覆盖。我抱头藏于石后，耳边充斥着箭矢破空、惨叫与兵器撞击之声。声箭平息，我刚欲探头，却被宇文耀一把拉起。快走！月光下尸横遍地，幸存护卫挣扎起身，给未死的敌人补刀。王爷，山中弓箭手箭矢因已不多，当速力射程。宇文耀拽着我正要下令，破空之声又至，最后一支冷箭直袭他后心。他侧身闪避，旋即响起，还拉着我，猛将我头按下，剑刃擦过他手背，带出一线血珠，钉入地面。我们徒步疾奔，身后落石轰隆滚下，躲避不及者瞬间殒命。我浑身冰凉，唯有宇文耀掌心一点温度，让我确信并非梦境。前路铁索桥已被毁去。跳！宇文耀声音冷静，我却听出一丝异样，未及深思，便被他拉着跃入激流。水流湍急，撞击如锤。宇文耀始终紧抓我的手，成为我混乱中唯一的锚点。左小腿猛地撞上水中硬物，剧痛传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失重感袭来，我们被冲下了瀑布。恢复意识时，我发现自己身处阴暗山洞，左腿肿痛难忍，检查之下竟是骨折。我忽地想起宇文耀，环顾四周，见他倒在不远处，定是他将昏迷的我拖至此地。宇文耀，我单腿跳至他身旁，触手滚烫，他手背伤口已紫肿发黑，中毒了。把脉之下，我心下一惊，他体内竟有一股更霸道的陈毒盘踞。脉之下，我心下一惊，他体内竟有一股更霸道的陈毒盘踞。正因如此，这新入的剧毒才未能立刻夺命。这就毒，莫非就是他的救急？我低声啐道：“算你走运，看在你护着我的份上。”我简单固定好自己的腿，拄着拐棍出动拾柴。天亮时却下起雨来，我匆忙抱着柴枝返回。宇文耀仍未醒，我从随身空间中取出石臼、药材与银针，幸好近日已能操控自如，用石臼接雨水，架火熬煮，褪去他上衣，以草药敷裹伤口，再施针驱毒。小雨持续整日，黄昏时分，他体温终于下降。我将第二碗药从火上取下，烫得直捏耳垂，挪到他身边，将他头扶至我腿上以便喂药。这时他睫毛微颤，睁开了眼。水。他声音微弱沙哑。醒了，药太烫，等等。我单手扇凉汤药，另一手将他头推离我的腿。记醒了，待会儿自己喝。宇文耀意识模糊的喃喃着。我拍了拍他的脸。迷糊了？
将他头扶至腿上，待汤药烧凉，小心喂下。他呛咳几声，眼神仍涣散。我伸出一指在他眼前，这是几？荔枝。他含糊道，还知道是一指，没傻。我刚松口气，却听他低语，好闻荔枝香。我怔住，耳根发热，一把将他从腿上推开。流氓！他侧卧在地，似有昏睡过去。我瞪着那张脸，想起他曾嫌我味道熏死人，不由哼了一声。宇文耀在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几乎赤裸，猛地坐起。我竖起中指，醒了，这是急。他一脸你有病的表情。本王的衣服是你脱的？不然呢？我收回手，伤势退了，脑子看来没坏，真可惜。他看向身上敷的草药，你救了我。你保护我在先，我不过还个人情，不然早扔下你跑了。跑？他瞥了眼我的断腿，用那条腿抱。我额角一跳，生病的你可乖多了。他没接话，只问过去多久了？约莫1天。你中毒了，毒性暂时压住，但需尽快解毒。我拨弄着火堆，是谁要杀你？连行程都了如指掌。想我死的人很多。他闭目靠着石壁，但这次有人不留退路。你知道是谁？箭射的太准，足以。他声音平淡，却透出失望。江南镇宰款，他贪了不止一次。我给时间补漏，他却用来设局杀我。我抱紧自己，最惨的是我无辜被牵连。这独处的好机会该留给你和周子雅才对。他蹙眉，这种时候也要提他？不然呢？你想和我待着？气氛骤然凝固，对视片刻，他先移开目光。子雅不懂医术，所以我懂倒是错了。我反呛，在你眼里，我用的怕是邪术吧？那你可小心。是你救了本王。他打断道，本王欠你一次。我愣住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不必，是你先救的我。你真正欠我的是那一耳光。腹中一阵冥响，在寂静山洞里格外清晰。天亮便走。宇文耀看向我，此处无食物，需尽快找到人烟。宇文耀添柴时，瞥见阴影中的石臼，心中生疑，此物从何而来？逃亡途中怎会携带如此累赘？他看向熟睡的我，眉头微皱。宇文耀，我突然呢喃。他抬眼，宇文耀，我突然呢喃。他抬眼，去死！我嘟囔着翻了个身。宇文耀表情复杂。天未亮，我便被叫醒。他抽走我的拐杖，一条腿想蹦到何时？不然呢？你背我，那不得累死你？他转身蹲下，上来，等你蹦出去，早饿死了。我趴上他的背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少说话。趁他不注意，我将石臼收回空间。山路崎岖，他背着我向上而行。你知道方向？我问。东，高处易辨方位。朝阳升起时，我们抵达山顶，远眺可见东北方有城镇，更近处有一村庄炊烟袅袅。没想到会与你同看这般景色，我感慨。你倒有闲心。我撕下内衫袖子裹住头脸，只露一眼一嘴。近午时分，抵达村庄。村民赵叔见状上前询问。我伏在宇文耀背上哑声道：家中遭火灾，投亲途中遇强盗坠落山崖，求暂且落脚，讨口吃的。赵叔见我裹头模样，愣了愣，脸烧伤了，怕吓着人。我声音凄凄，咕噜，肚子适时作响。赵叔忙道：穷乡僻壤没什么好招待，但粗茶淡饭还有，快来喝口水。我们随他进屋，我可急，端碗便饮。午饭简单，我却吃得香，包了土豆蘸大酱，连吃2个。宇文耀看得惊讶，从前我怎会碰这般粗事？赵叔也愣，姑娘饿狠了。我抹嘴，好几日没吃了。正说着，一人慌慌张张冲进来。赵叔，快躲起来，那帮人又来了。赵叔被人拉走，我与宇文耀留在屋内。我拿起第3个土豆继续吃。你怎如此能吃？宇文耀眼角微抽。我咽下土豆，回头让人送钱来便是。外头突然传来喧哗与推搡声，我们出去一看，赵叔被推倒在地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正指着他骂：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请你去给老太爷治病，是看得起你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请你去给老太爷治病，是看得起你。一旁青年怒喊：赵叔只是赤脚大夫，治不了你家老太爷的病，之前治不好的大夫都被杀了，你们这是抓人凑数。肥头男扬手要打青年，手腕却被宇文耀一把抓住。谁？肥头男怔了怔，没挣脱。知道我谁吗？松手！宇文耀将他甩开。我扶起赵叔，低声问情况。赵叔摇头：别掺和，你们惹不起。肥头男恼羞成怒，令4个手下上前，却被宇文耀轻易撂倒。你还敢反抗？肥头男指着宇文耀，手指发抖。我上前一步，挡住宇文耀。方才听说治病，为何来这小村庄找人？肥头男见我裹着头脸，一道：你又是谁？包这么严实，可疑。脸烧伤了，怕吓人。
我语气转缓，大人可否告知缘由？肥头男自称王胖，是县令侄子。县令年老多病，四处搜罗大夫，治不好便杀。如今城内已无大夫，只得来村庄强抓。宇文耀脸色沉下，我冷笑，为何不去大城找？王胖虚张声势，远水难救近火。赵叔摇头，别掺和，你们惹不起。我懂医术。我忽然举手，带我去吧。我懂医术。我忽然举手，带我去吧。赵叔急来，姑娘不可。王胖打量我，女人懂什么医？我面不改色。你最近是否体虚？妻子嫌弃。王胖脸色骤变。我继续道，心有余力不足，火大缺水，我有方子可助雄风。王胖干咳2声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会医，那就跟我走。他匆匆离去。我安慰赵叔，放心，吃了您3个土豆，不能白吃。路上，宇文耀低声问，你怎知他体虚？望诊即可，他症状明显。我瞥他一眼，故意道，王爷倒无此忧，不过药方可赠您与周子雅。宇文耀脸一黑，不必。抵达城镇，王胖安排我们住下，派人监视。我重新固定伤腿，煎药服下。宇文耀关窗，我们被监视了。县令怕大夫逃跑，我饮了口苦茶。明日若得县令看重，监视自会解除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俯身逼视。此地大夫皆无法治县令的病，你凭何自信？我迎上他的目光，结果如你所愿便是。你不该懂医。他又道，我烦躁摆手，随你怎么想，反正休了我便清静了。他眼神锐利，纵使医术可梦中习得，笔迹也会变吗？我心中一紧。他沉声道，你今日所写药方上的子字与稻草人上的字迹全然不同。我镇定道，怒气所书，字迹潦草，有何不可？怒气说了你也不信，何必再问？我撑桌起身，挪向床榻。王爷请回吧，您体内的毒未清，还需静养。他默立片刻，转身离去。翌日一早，王胖兴冲冲赶来。大夫，该走了。您的方子真不错，今日治好老太爷，好处少不了。他见我腿脚不便，催宇文耀，你这兄长怎么当的？还不背你妹妹？我笑笑，是不怎么样。宇文耀沉默背起我，至县令府邸，王胖正要入内，却被下人拦住。王公子，此刻不能进，内有高僧正在念经做法。王胖不满，和尚来干什么？老太爷还没死呢。下人低声道，昨夜和尚路过，说府中有不洁之物缠身，是老太爷久病不愈，老太爷便让他试试。王胖啐了一口，带我们从偏厅绕入。他先去见了县令，回来时满脸怒容。秃驴竟说我的呼吸声打断他念经，害我被老太爷臭骂。傅大夫，你可要给我争口气儿。我点头，自当尽力。进入正厅，只见县令枯瘦如柴，眼窝深陷，歪坐在椅上，一旁站着个脑门锃亮的和尚，手持佛珠。王胖堆笑介绍，老太爷，这位是傅大夫，医术高明，尤善针灸。县令眼皮一抬，女的。和尚闭目转珠，女子何以施针？怕是招摇撞骗？王胖反驳，傅大夫脸被烧伤，才果不，岂是心虚？县令招手让我把脉，我搭上他枯瘦的手腕，片刻后道，老太爷五脏受损，肝尤甚，是否是酒？王胖抢道，对，老太爷确实爱酒。和尚冷笑，此病众所周知，路上稍加打听便知。王胖指着和尚叫道，你少血口喷人，我找大夫是为老太爷好，怎会提前透露病情？和尚双手合十，贫僧只怕公子不慎被套话，老太爷此乃邪祟缠身，驱除即可。我看向宇文耀，他最厌烦这类迷信之说。我看向和尚，那易师傅之见，该如何治？此非病，乃邪祟缠身，驱之即愈。既然师傅能治，我便不献丑了。我退到一旁，一副观摩姿态。和尚却道，今日吉时已过，须待今晚。宇文耀皱眉，你所谓邪祟究竟是何物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在旁忍笑。宇文耀此刻不便亮明身份，对这种神棍简直束手无策。王胖急道，老太爷，这和尚分明故弄玄虚，不如先让傅大夫医治，若有效，便知谁是骗子。县令枯槁的眼珠缓缓转动，仍未表态。和尚忙说，贫僧今晨以念经祈福，纵未尽全功，亦有效力延后。我笑了，若我治好了，功劳变成师傅的了，那我可不敢治。王胖也呸道，一会儿说时辰未到，一会儿又说延迟，我找大夫是为老太爷好，怎会提前透露病情？和尚咬牙，罢了，今夜便是吉时，但驱邪须烧银票5000两，5000两还烧掉。
王胖跳了起来，县令却闭眼点头。给他。宇文耀轻轻戳我后背，示意抓紧时间。我上前道：老太爷既已定下今夜做法，可否容我先开药方？有些药材难得，需提前寻备，两事并不冲突。准。王胖立刻拿来纸笔，我写下药方，并请备银针。待到夜间，和尚在院中摆开阵仗，念经跳神，又将1沓银票投入火中。我在旁咂舌，真是烧钱。宇文耀低声道：骗子伎俩，那榻中为首尾是真，余皆白纸。和尚正念念有词，桌上绳子忽然断裂，他大惊：天象有变，今夜法事失败了。县令瞥向身旁带刀侍卫，寒光一闪，和尚头颅滚落在地，身体轰然倒下。县令冷眼看着尸体：我病已，非鱼矣。他转向我，目光森然：我给能者机会，但废物浪费我时，欺我感情，唯此下场。我与宇文耀对视一眼，此人从未信过和尚，沙僧是萧乾，亦是景侯。县令冷笑：若有任何不适，你的脑袋便如地上这颗。我坦然道：下针未治病，身体有反应是常事，若这般要求，我不敢失针。王胖忙打圆场：老太爷，傅大夫敢在此时失针，自有底气。我在旁看着，若有不适，即刻停下。县令被搀扶起身：进来。宇文耀被拦在门外，一炷香后，我擦着手走出。如何？王胖抢先夸赞：神医，几针下去，老太爷竟说困了。若药材齐备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我摇头：等药材找齐，我教人煎药，每日1次，10日后改为3日1次。王胖连连应下。回到院中，宇文耀立即问：你真下针了？不然呢？我关上门，监视已撤，你打算留多久？按你计划。王胖说可提要求。你要什么？宇文耀低声说了几句。我挑眉：知道了，有机会我会要。次日清晨，我隐约见黑鸽从宇文耀窗中飞出，佯作未见。王胖送早饭时兴奋道：老太爷今早说腰酸减轻，手指更有力了。药材已备好，还请傅大夫查验。我检查药材，东西对，但未洗净，我来处理吧。宇文耀蹲下看我处理药材。一副药便见效，这药……我笑笑：听过回光返照吗？你用药耗他寿命，这叫废物利用。听过回光返照吗？你用药耗他寿命，这叫废物利用。我平静道：他活着屠害百姓，此药令他短暂康复足矣。宇文耀默然，此药之效，他闻所未闻。我认真教人煎药，允其做笔记，反复询问。王胖全程跟随，见放下心。县令面对气味刺鼻的药汤，皱眉饮下，以国府压味。不到2个时辰，药效显现。县令觉体内隐痛减轻，腿上生力，竟自行站起。王胖目瞪口呆。县令纵声大笑：好，好，好，赏！你要什么，尽管说。这时，宇文轩的人急匆匆来报：王爷，找到摄政王了。宇文轩终于松一口气：在哪？密林外发现记号，只他一人，属下已跟上。本王亲自来。宇文轩登上高处，拉满重弓，剑尖直指林中踉跄跑出的身影，一剑穿心。他带人上前，却见那脏污的脸并非宇文耀。糟了！四周骤响脚步声，上千士兵围拢而来。宇文群走出，苦笑：七弟好手段。我忍不住插话：你们斗归斗，我腿伤了算怎么回事？宇文耀冷冷看向宇文轩：你终究还是下手了。是你逼我的。宇文轩激动道：这国家本就不是我们的，你何必苦苦维护？我只想活得舒服些。宇文耀眼中怒火燃起：你贪的那些是无数百姓的性命。宇文轩指向地上尸首：那你呢？不也用替死鬼引我现身？我接过话：那是死刑犯，将功抵过罢了。王爷本意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宇文耀抽出佩剑，指向宇文轩：赢我免死，输就地正法。宇文轩持剑冲上，却只2招便败，一剑断筋，一剑封喉。宇文耀静立片刻，令道：清理残党，去平泽镇抓捕县令，游街问斩。3日后新县令上任。他转身便走，全然忘了我。我急着跟上去摔倒，向旁近将领伸手扶我一下。那将领惊退3步，心想摄政王的女人，他哪里敢碰？我接过话：喂，我不舒服，你有病啊？身后将领擦汗，暗自后怕。回到摄政王府，洪渊冲出来就是一个滑跪，抱住我的腿：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被他蹭了一身眼泪：快起来，丢不丢人？他抹泪站起：刚才腿软了，小姐，你腿怎么了？折了，养养就好。扶我回房。另一边，周子雅扑进宇文耀怀里哭泣，被他轻轻推开，还没沐浴。我不嫌弃，王爷若有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
院里，青衣和入福急忙迎上，角落里的苏金也已醒来。我无大碍，养2个月就好。我摆摆手，又看向苏金，你醒了？若有打算，现在便可离开。苏金单膝跪地，小姐救命之恩，我愿留下效劳。她面容深邃，肤色如蜜，眼稍微挑，带着异域风情。我需要忠诚的人，但你已是死人，暂时别出院子。我点点头，又对青衣2人道：日后若有机会，我会设法给你们新的身份。2人欣喜谢过。沐浴时，我发现桌上多了一堆银两。红渊解释，是少爷送来的，他迷上小姐的白桃乌龙茶，自己做不出味道，便找我买。我按1壶10两卖他，又推荐了葡萄多肉果茶，卖20两。这些是这几日的收入。我张了张嘴，朝他竖起拇指，干得漂亮。宇文要传话，让我静养，腿好后再议回门之事。红渊小声问，小姐真打算离开？这几日与王爷相处，难道……红渊小声问，小姐真打算离开？这几日与王爷相处，难道……我对有妇之夫没兴趣。我吃着水果，他等我腿好，只是不想再背我罢了。小姐，青衣进来禀报，周侧妃来了，说送补品看望您，让他进来。我看看他又想演哪一出。周子雅款款而入，将盒子放在桌上。听说王妃伤了腿，特地带了支500年人参给您补补。我打开瞥了一眼，又推回去，顶多200年。你是被骗了，还是来糊弄我？周子雅面色微僵，随即掩嘴，竟有此事，我回头定找那卖家理论。不如把它给我，也算成全你的心意。周子雅嘴角轻抽，那是王爷所赠，送你了便是你的，还是说你今日只是做做样子？我歪头，之前答应来道歉，我也没等到呢。周子雅咬牙挤出笑，是我疏忽了。灵芝，我这就让人取来。灵芝到手，我仔细验过，笑眯眯交给红渊收好。周子雅强忍心疼，转回正题。王妃与王爷这几日共历险境，不知可否讲讲经过？原来他担心这个，我垂下眼，语气轻软。这事我不好多说，虽然王爷快要休了我，我也不愿与你争，但毕竟是我一面之词，若说的不周全，怕影响你们感情，那我可罪过了。周子雅脸色微微一变，握紧双手。王爷怕我担心，但我必须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我略过他想听的重点，只简单道：遇袭后，王爷带我们跳入激流求生，他虽受伤中毒，但已解。就这些。周子雅心焦如焚，孤男寡女同行，王爷还受伤发烧，中间发生了什么？他追问。王妃想必也很辛苦吧？是如何照顾王爷的？我害羞掩面。其实王爷发烧是很乖的，那样子我此生难忘。周子雅瞳孔骤缩。很乖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低头玩着脚尖，就是很听话啦。那时候哪顾得上许多？周子雅几乎咬碎银牙。你们睡在哪里？靠得近吗？我正色道。周侧妃，我与王爷仍是夫妻，野外遇险，相互取暖，再正常不过。王爷这般身份，将来不可能只有你一人。你若现在就这般善妒，实属不该。我反复强调正妻身份，却始终不达他最想知的细节。周子雅心乱如麻，满脑子都是相互取暖，靠得多近？他们莫非已肌肤相亲？够了。他猛地起身，我冷脸送客。既然听不进，便请回吧。周子雅只得悻悻离去。他一走，我顿时笑出声。今晚有人要睡不着了。红渊好奇进来，我忙吩咐，快去把周子雅送的灵芝炖了，照我写的方子，加血1块，炖好咱们分着喝，省得被人要回去。红渊不解，他送的东西还好意思要回？我哼道，他不会，但架不住有人偏心。傍晚，红渊端来炖好的灵芝汤，我刚尝一口，青衣便跑进来。小姐，王爷派人来了，送了2支300年灵芝，3支200年人参，说要换回周侧妃送的那支。非要见本王，又想耍什么把戏？宇文耀带着药材来到我院中，面色不悦。我放下空碗。王爷说笑了，那灵芝是周侧妃亲手所赠，何来归还一说？他只是一时好面子。宇文耀解释，那是本王送他的，他想换回去。原来如此。我点点头。可惜王爷来迟了。什么意思？王爷没闻到药味吗？我轻笑。500年灵芝，我已炖了服用，毕竟腿伤需尽快痊愈，才不耽误王爷休妻。宇文耀脸色一沉。你说炖就炖了？不然留着生灰。我示意青衣端上药渣。王爷可要验看？我放下空碗。宇文耀扫了一眼，确认后更觉气闷。你让本王亲自来，就为说这个？自然，此事重大，若让下人转达，王爷怕是不信。我坦然道，药渣在此，汤还剩1碗，王爷可要尝尝？有病！宇文耀憋出2字，拂袖而去。我冲他背影做鬼脸，不料他忽然回头，我忙收拾背手，移开视线。你才有病，眼疾最重。确认他走远后，我朝院门竖指。宇文耀回房后仍恼，他越发不将本王放在眼里。
良久方平复。命人将带去的药材送至周子雅处，传话到灵芝已无法取回，日后寻得再赠。周子雅闻言送走来人，转身便将桌上糕点扫落在地。谁要这些？他们家一起也不及那灵芝贵重。他咬牙，定是那贱人说了什么，王爷竟被说动。他们那几日果然发生了什么？青稞小声劝，或许灵芝真被吃了，他怎可能轻易炖了？另一边，萧南低着头，小声向宇文耀请求：“干爹，我的钱不够用了，能再给我一些吗？这个月你买了什么？买水喝。”萧南声音更小了。宇文耀蹲下身，买水。萧南解释：“是王妃做的果茶，白桃乌龙茶和葡萄果茶，很好喝。我每天都买，钱就花光了。”宇文耀眉头紧锁：“他卖给你多少钱？”白桃的10两一壶，葡萄的20两。宇文耀几乎气笑，用府里的茶叶水果转手高价卖给小孩，他可真会做生意。宇文耀沉声道：“钱可以给你，但这次多买2壶，带给我。”他必须确认这果茶是否有问题。萧南高兴地去了。宇文耀拿到2壶果茶，各尝一口，觉得不过是小孩子口味。他命人请来大夫与御医，仔细查验其中是否含令人上瘾的药物。天黑时，他不知不觉已将2壶喝尽。下属回报，几位大夫皆说茶中并无上瘾之物，只是他们都倒在茶中加水果，实是糟蹋了好茶叶。宇文耀扫过空壶，沉默片刻。宇文耀下令，去告诉萧南，明日再带2壶来，让院子里的人都尝一尝，看看有多少人喜欢。下属多问了一句，王爷仍是怀疑茶中有异。宇文耀面色一沉，让你去便去。下属，属下知错。他匆匆退下。红渊来报，小姐，少爷又要4壶果茶，说是分给院子里其他人喝。我挑眉，萧南何时这般大方了？告诉他最多3壶，之后每日还是2壶。另一边，宇文耀从萧南处拿到1壶葡萄果茶，确认与昨日相同后，命人分给院中下人品尝，并统计喜好。结果喜恶参半。宇文耀沉思片刻，忽然想起我之前提过琉璃或许可用于改良器具，便起身朝我院子走去。他未料到这一举动很快传到周子雅耳中，周子雅眼圈发黑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王爷去找那个贱人了。他突然摔碎茶杯，拾起碎片划破手指，去告诉王爷，我为他炖汤伤到了手，流了很多血。顷刻会意，匆忙离去。宇文耀来到我院中，坐下后先看了一眼我的腿，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，着急休妻，让人扶着我也能走。宇文耀已习惯我话中带刺，等你腿养好再说。另外，本王欠你一次相救之恩，任何要求都可提，即便日后不再是夫妻，承诺依旧有效。我记下了，将这视为那1巴掌的弥补。与周子雅的账另算，但与他之间至此两清。宇文耀，今日来另有其事。瞥见我杯中葡萄味的水，10两一壶的白桃乌龙，20两的葡萄果茶，用的皆是王府的茶叶、水果与山泉水罢。我差点呛到，随即微笑。王爷是来问罪的，我卖的是创意与手艺，若不能用府中之物，那我只好加价了，把原料成本算进去。宇文耀嘴角微抽，开门见山：你的果茶有商业价值，可面向不同人群定价售卖，你明白我的来意吗？我略感意外，他竟会主动找我合作，看来对我的排斥确实少了。我单手撑颊，可以谈，我能拿出的配方不止果茶。他正要回应青衣，敲门通报：小姐，周侧妃的丫鬟来找王爷，说侧妃切伤手指了。文耀立刻起身：严重吗？青衣低头：不知。我冷笑：王爷快去看看吧，不然一会儿该晕倒了。宇文耀不悦：你就非要把子雅想得那么坏？这时陆福跑进来：小姐，侧妃撞到头昏迷了。我简直想笑。王爷，不如我们别合作了，你以后找我算命吧。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您的侧妃为了让您相信我的神算，不惜撞头呢。宇文耀脸色复杂：我过去看看，之后再谈。他匆匆离去，连自称都忘了用本王。我轻笑，周子雅这次做得太明显，宇文耀心里肯定起了疑。宇文耀赶到周子雅处，下人解释：侧妃受伤后害怕，没看路摔倒了。他看着床上昏迷的周子雅，心中那点疑虑又压了下去。此时我翻窗而入，一脸真诚站在房内。哎呀，我来探望周侧妃，怎么不让我进呢？宇文耀拧眉：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望受伤的他，有何不妥？宇文耀显然不信：哪里正常了？我故作张望：大夫呢？晕倒这么久不医治，万一脑部充血可就糟了。宇文耀虽不懂医理，但听出严重性。你过来给他看看。好。我走向床边，青稞急忙拦住：王妃请留步，您并非大夫，你莫非怕我当众行凶？王爷可在这儿呢。宇文耀开口：本王在此无妨。
青稞只得让开，仍警告道：“请勿故意弄痛小姐。”从平稳中略带紧张的脉象，我确认他在装晕。我从袖中取出一个瓷瓶，侧妃脑部确有淤血，耽搁了孔瘤病根，此药灌下，保证药到病除。青稞脸色一变，宇文耀犹豫片刻：“你保证？”我若出问题，我负责，保证他立刻醒来，脉象恢复正常。宇文耀盯着我：“那就灌，若有差池，你知道后果。”我扶起周子雅，拔开瓶塞，一股恶臭顿时弥漫开来，装晕的周子雅几乎要吐出来。现在不行，这恶心的东西就要灌进嘴里了。就在我作势要灌时，他猛地睁眼：“血，好可怕！”我松开手，笑了：“哎呀，药还没喝就醒了。王爷你看，我这药多灵。”宇文耀面无表情，周子雅一脸茫然：“王爷，王妃，发生什么了？”他捂额抽泣：“头好疼。”我凑近宇文耀，低声说：“我说他装晕，你肯定不信吧？好好安慰你的小美人吧。”说完便唤青衣扶我离开。周子雅想拦却无借口，只能咬牙目送我离去。回院路上，与匆匆赶来的大夫擦肩而过。青衣悄声问：“小姐，要不要让大夫看看您的腿？”我自信仰头：“没有比你小姐更好的大夫了。”青衣无奈：“那还翻窗？”我干笑两声，一时冲动。放心，没伤着。红渊在院门口迎上：“小姐，周子雅是不是装晕？”我晃晃手中的瓶子：“你说呢？拿去扔了吧。”红渊笑道：“可惜小姐要与王爷分开了，不然真该一次次揭穿他。”我摇头，眼盲之人有时只是不愿看见罢了。不过想到周子雅憋闷的样子，心情倒是好了不少。下午，宇文耀再次来访，王爷不去陪周侧妃了？他不是还疼着吗？我一边整理药材一边说。宇文耀坐下：“他已无碍，谈正事吧。”我们很快敲定合作，我提供饮品配方，他负责经营销售，我得净利润2成，配方超10种后提至3成。谈完了，王爷请回。我送客。宇文耀却道：“还有一事，你之前那个蒸酒的装置。”我一拍手：“蒸馏酒，我差点忘了这个。”他点头：“可制更烈的酒，独此一家，价值不可估量。”我指出关键：但那装置简陋，不适合量产，且易汇入杂味。你曾提过琉璃可行，我认识城中最好的琉璃匠人。我不禁佩服他的商业嗅觉，连我自言自语的话都记下了。好，我也需更精良的蒸馏器材，请王爷安排我们见面。那酒叫什么？他问。蒸馏酒，简称蒸酒也行，反正由我们定名。便叫蒸酒。宇文耀起身，待器材制成，再谈分成。临走前，他又道：“每日给萧南备2壶果茶，账从王府走，我也要一份，同样记账。”可以。我补充：“对了，请多备些新鲜荔枝，荔枝与酒相配，未来可制荔枝酒，专售富贵人家。当然，现在主要是我想吃。”宇文耀一时无语，最终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祝诗如低头行礼：“王妃好。”我放下画笔：“我认得你，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往后我们需要合作，总该相互了解。”祝诗如有些发愣，关于王妃的传闻几乎都是负面的。他被摄政王派来与王妃合作时，心里十分抗拒。可眼前的人除了那张脸，言谈举止却显得平和有礼。他回过神，恭敬道：“小人祝诗如，是琉璃手艺人，今年33。说说你手艺方面的事。”我递过图纸：“看看这个，能否制作？”祝诗如接过细看，惊讶道：“这弯绕细长，中间还是空的，毫无观赏之美。但若非要如此，小人愿意一试。毫无观赏之美，但若非要如此，小人愿意一试。不是观赏用的，能做就好。”我又拿出一张分解图，若无法一体成型，可做成3部分，我来组合。但若能做出完整一件，我必在王爷面前为你请功。祝诗如虽对我仍有保留，却郑重应下：“小人定当全力而为。”我再取出一张小尺寸的图纸，这张是我私人请你做的，难度更高。若能完成，我许你一个不过分的条件。祝诗如眼中一亮：“多谢王妃，若有不明之处，小人可否常来请教？”随时欢迎。他离开后，红渊轻快地跑进来：“小姐，运水果的马车来了，荔枝应该到了。”我有些意外，这么快？红渊压低声音：“我昨晚听王爷的人闲聊，说太后要的荔枝被王爷截了一半过来。”我一怔，截太后的荔枝，这倒是宇文耀的行事风格。红渊又凑近道：“小姐可知道，传闻太后当年心仪王爷，但太皇太后不同意，那时王爷刚上战场，还未有战王之名呢。”我轻笑，皇室的关系向来复杂。小姐。青衣忽然冲进房间，满脸通红：“周子雅的人要抢您的荔枝。”我额头的青筋跳了跳，谁想抢我什么？青衣清晰禀报：“我和入府去拿荔枝，撞见周子雅的人也要拿水果，他们见有荔枝，便要全部搬走。
被我们拦下后动手，被入伏掀翻。他们去找周子雅了，恐怕会生事端。我一拍桌子，他今天连个荔枝壳都别想拿走。厨房外的空地上，两方人对峙着，中间一小箱红艳诱人的荔枝散发着甜香。周子雅眼神寒厉，语气却柔弱。王妃这是何意？府中水果众人皆可取用，我的人不过想拿给我，竟被你的人打了。我冷笑，这荔枝是王爷给我的，你们强抢还有理。先动手的也是你们的人。入府，搬回去。周子雅的人玉兰被入府轻松推开。王爷来了。一声通报，周子雅瞬间落泪。宇文耀快步走来，瞪向我。傅雨英，你又欺负人？我嗤笑。你的人没告诉你，他们是因抢荔枝挨的打吗？告状的丫鬟急道。他的人打了侧妃的人。宇文耀火气上涌，一颗荔枝却砸在他胸前。我直视他，这荔枝是不是我的？宇文耀一顿。现在说的是，他们因抢荔枝被打，有人抢你东西，你打不打？我挑眉。宇文耀沉默，看向周子雅。属实吗？周子雅心一沉，可荔枝并未属王妃之名。宇文耀闭眼深吸一口气，对我道：荔枝你先拿回去，此事我来处理。周子雅不可置信。王爷，荔枝是给傅雨英的，你想吃，我另从江南运来。宇文耀语气平静，我却不走。王爷方才无故冤枉我，这怎么算？宇文耀扶额，会给你交代。我离开前瞥见周子雅眼中杀意，只回以嘲讽一笑。此时护卫来报，王爷，户部尚书家送来几箱礼物，说是给王爷的妃子。周子雅上前柔声道：许是朱雅姐姐所赠，前日街头相遇，相谈甚欢。宇文耀想起那妾室已被贬偏院，提醒道：此人心术不正，少牵连为妙。若有书信相求，便退还明志；若无书信，收礼但不回应，让他吃次亏，才能安分。周子雅感动应下，我将荔枝分给红渊4人，一同吃完后，看着满桌的荔枝壳，觉得可惜，若能制香便好了。小姐，我会制荔枝香。青衣举手，在江南学过。我眼睛一亮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苏金上前请求：小姐，我想试做一件东西，需有打铁工具的地方。我沉吟，王府内无此条件，你暂时不能离府，待我为你取得合法身份再说。见他失落，我补充道：等我离府回家后，或可在家中建个铁匠铺。苏金受宠若惊，这太……你最擅长之事便是你的武器，铁匠铺便是你的盔甲。我笑道：哪有将军不让士兵披甲执刃的呢？苏金心悦诚服。黄昏时分，红渊布菜时提起：小姐，今日户部尚书家送礼来，竟直称周子雅为妃子，全然未将您放在眼里。我摆摆手，侧妃也是妃，随他们吧。忽然想到什么，脸色一沉。户部，我还想为苏金他们办合法身份，最快须经户部，若周子雅从中作梗便麻烦了。红渊忙道：听闻是户部尚书女眷送的礼。我稍松口气，若需直接接触户部尚书，女眷应影响有限，看来此事或需借原主父亲之力。青衣端来汤药，我憋气饮尽，良药苦口，我要喝白桃乌龙茶。次日清晨，一老太太携丫鬟来到摄政王府门前。老太太在王府门前慈祥道：我来找王妃。护卫问其姓名，她笑道：王妃不知我名，只说药房里她善意提醒，救了我家老头子，今日特来感谢。护卫通传后，红渊前来确认身份，领她入院。我见老太太坐下，注意到她衣着不凡，身后还跟着丫鬟，心中生疑。上次见面时，她分明是寻常百姓装扮，该如何称呼您？我问。老太太含笑：我还以为王妃已猜出我的身份了。我叫赵暖，是秦陵的乳娘，秦陵乃户部尚书正妻。屋内一时寂静，我与红渊、青衣面面相觑。原来昨日红渊提到的户部尚书家送来的礼，竟是给我的。红渊懊恼跺脚：都怪我，听说是王爷的妃子，便以为是送给周侧妃的。我无奈无脸，昨日还信誓旦旦不让周子雅拿走一个荔枝壳，结果她竟顺走了我的好几箱礼。青衣当即问：小姐，可要我与入府现在将东西搬回来？赵暖满脸困惑：这是怎么了？我示意青衣红渊稍安勿躁，转而微笑询问赵暖：我称您暖奶奶可好？赵暖欣然应允。我抬手轻触脸颊毒斑，还是别盼我这样的孙女了。赵暖立刻正色：容貌只是皮囊，与王妃接触后只觉可惜，您本不丑的。我放下手，适时转回正题：暖奶奶，您送我的礼并未到我手中，因下人称是送给王爷的妃子，便被周侧妃拿走了。我原以为那是送她的，毕竟我不认识户部尚书家的任何人。什么？赵暖皱眉：我们分明交代是送给王妃的，周侧妃我与小玲从未见过她，她怎会收下？我摇头，她定是认识府中某人，否则不敢乱收。赵暖沉思片刻，脸色渐沉：难道是朱雅？若与她勾结，必非善类。我顺势问：朱雅是？另有一事好奇，您既有丫鬟，为何当日亲自去药房抓药？赵暖轻叹：本想单表谢意，既问到此，便说说吧。他讲述起户部尚书后院之事。正妻秦陵乃赵暖乳娘之女，秦同母女。妾室朱雅善用心计，先生平妻，再设计陷害秦陵，夺其权柄，将她软禁偏院。
得势后，朱雅立即将赵暖赶出府。赵暖丈夫上门理论，被推倒受伤。那日他去医馆取新药方，险些抓错药，幸得我提醒。秦陵在偏院中醒悟，与朱雅正面交锋，终夺回权力，接回赵暖。事情便是如此。赵暖道：小玲与我境况好转后，便想亲自登门致谢。尤其听闻王妃与王爷遇险归来，更该来看看。您的腿伤是遇险所致，还是那侧妃？赵暖听闻周子雅竟收下送给我的礼，心生厌恶。我起身道：此事只能当面问清。红渊扶我，赵暖一同往。老身倒要看看，他凭何自认王爷的妃子？周子雅正在院中习武，见我们前来，停下走近。王妃今日怎来此处？我直言，我来取回我的东西。周子雅笑容威廉，我这里怎会有王妃之物？莫非有下人手脚不净？他看向青稞，青稞立即否认。我便是证据。赵暖上前行礼，老身乃户部尚书正妻秦陵乳娘，昨日府上送与王妃之礼，为何到了侧妃手中？周子雅脸色一变，我认识府上嫔妻朱雅，以为是她所赠。赵暖目光锐利，侧妃有所不知，朱雅已非嫔妻，窃取之物中当归还。周子雅面色发白，强笑道：原是误会，青稞将东西搬来还与王妃。待入府等人搬回箱子，我向赵暖坦言：暖奶奶，可否引荐我与秦陵相识？我有一事相求。赵暖当即答应引荐。我带着青衣、红渊随他前往户部尚书府。池塘边，秦陵正在喂鱼，赵暖唤他。秦陵转身见到我，从容行礼。我开门见山，今日前来是有事相求。秦陵请我入座。王妃请讲。此事与户籍有关，我简要说清苏金三人的情况，直言需要合法身份。秦陵沉吟，那2位资料齐全的下人改籍不难，但苏金是黑户，一律需有永和国亲属担保，且担保人需有直系亲属在侧，以防细作混入。红渊抢道：我来担保。秦陵摇头，担保人必须是本土出生，从未改籍的永和国人，且需家庭关系良好，孤身或无亲属者不符合条件。红渊黯然，他已与家族断绝关系。青衣轻声道：小姐，我来吧。秦陵再次摇头，正要改籍者亦不可。我开口：那我来担保。不可。青衣与红渊同时出声。青衣急切道：小姐，人心难测，您身份贵重，绝不能冒险。我平静道：若无人担保，难道要赶他走？既想用他才能，便由我们看住他便是。你们朝夕相处，还怕看不住吗？二人沉默。我对秦陵道：就定下由我担保，其余事宜劳烦夫人与尚书沟通。秦陵点头。王妃放心，此事我必办妥，今日中午不妨。话未说完，一丫鬟匆匆奔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丫鬟跪地急报：夫人，少爷出事了，宫里来人说少爷害皇上旧疾复发。秦陵脸色煞白，身体一晃：这不可能，琪琪正在宫中陪读，怎会？赵暖连忙扶住他：先进宫弄清情况，切莫自乱阵脚。秦陵强稳心神，备车，我即刻入宫。夫人可愿带我同往？我起身道：此事若真，户籍之事恐生变故，若假，或能助一臂之力。秦陵摇头：此乃浑水，王妃不宜卷入。言罢，匆匆离去。我略作思索，对红渊道：我们也进宫，皇上旧疾复发，我这皇神理当探望。至宫门，侍卫引我直奔皇帝寝宫。院中已闻太后怒斥：皇上若有长短，哀家亲手剐了那小畜生。只见秦陵跪在太后面前，颊上掌印鲜明。赵暖在一旁连连叩首：太后明鉴，琪琪绝无害人之心，其中必有误会。太后厉声道：御医已搜出证据，还敢狡辩？说是你们谁指使的？秦陵昂首：妾身从未见过此物，请太后允我当面问清其气。此时御医仓皇出禀：太后，皇上病情加重，臣等恐需用以毒攻毒之法，然此毒一生依赖，且损及龙体。太后急问：对寿命可有影响？御医颤声道：若不计心疾，或可活至而立之年。太后喃喃：那便来得及留下子嗣。我适时上前：太后，请容我一看皇上。我随中屋大夫习过医理，或另有转机。太后见是我，眼中厌恶毕露：凭你也配？来人！本王以为不妨让他一试。宇文耀的声音自人群后传来，不知已历多久。太后见宇文耀现身，面色一沉：摄政王何时到的？竟无人通报。宇文耀平静道：是本王让他们晋升的。既然御医已无良策，何不让他一试？太后冷笑：御医之法纵有不足，也强过让这废物插手。他何时学过医术？宫中御医皆在室内，
宇文耀道：“他若行差踏错，御医自会制止。况眼下中无南巡，皇上未必等得及。”太后怒视宇文耀：“摄政王这般替他说话，倒叫哀家想起些传闻，莫不是二位早已冰释前嫌？”我见太后寸步不让，高声道：“太后，此案尚未细查，仅凭搜出之物便定罪名，恐失草率。若案情有误，御医据此失职，或反害皇上。”御医怒斥：“王妃岂可妄言？毒药已从沈公子身上搜出，证据确凿。”秦陵闻言连连叩首：“太后明鉴，妾身以性命担保，其绝无谋害之心。天下岂有母亲教子行此大逆？”御医催促：“太后，皇上病情危急，请速作决断。”太后迟疑片刻，仍道：“不必多言。摄政王若执意袒护，哀家倒要问一句：外间传闻二位不睦，莫非皆是假象？”宇文耀转向御医：“既搜出毒药，便取来让他辨认。若他便得出，便有资格一试；若不能，本王自当严惩，绝不姑息。”御医望向太后，宇文耀又道：“还是说太后疑心此事乃本王主使，故不敢让他验看？若如此，本王即刻离去。”太后脸色微变，她虽以宇文耀有夺位之心，却万不敢明言。取来。她终究咬牙道。太后阴沉着脸命御医取来证物，一枚精致镂空腰饰，内藏结块粉末，此物绝非其所有。秦陵跪行上前急道：“我从未给他买过这等饰物。”我接过腰饰，抠出少许粉末嗅遍，帐液。御医一怔，低头禀报：“却含此药。”我又以舌尖浅尝，随即吐出，还有真草心。我转向太后：“若皇上因此要发病，我有方可解，且无后患。”太后神色复杂，仍难消疑虑。宇文耀适时道：“太后，他以正其能，若真有良方，于皇上乃是幸事。莫非太后宁选折寿之法，也不信摄政王府之人？”太后沉默片刻，终于让步：“容他入内诊室，但一举一动须受御医监视，若有不当，即刻终止。”我被推入内室，5、6岁的皇上躺于床上，额汗涔涔，呼吸艰难。我为其把脉，翻查眼睑，又俯身细听心音，神色渐凝。太后见状，厉声拽我起身：“你这是作甚？”臣妾在听心脉。我平静道：“太后若不信，可问御医。”年长御医证实确有此法，太后方悻悻松手。我仔细检查皇上耳颈等处，心中疑惑顿解，转身直视众御医：“诸位是先发现毒药，还是先诊查病情？”一直守在床边的侍卫答道：“皇上突发不适，我等即刻封锁查验。于沈公子药室中发现药粉，御医后知确认为毒。”果然如此。我举起腰饰，症状不符，皇上之急，非因此药。众御医哗然。太后脸色铁青：“这么多御医，岂会诊错？若非此毒，皇上何以突然病重？”我取过纸笔，待皇上稳定后再详查。诸位御医若不信，不妨抛开毒药之见，重新诊视。年长御医率先上前，余人跟随。太后紧盯着他们，又厉声对我道：“你若妄言，便是欺君。”宇文耀悄步至我身后，低声道：“你冒用中巫之名，他必来寻你。”我头也不抬，我自会解释，总比某些不听人言、妄下定论之辈强。他静默片刻，忽轻声道：“今夜回府，本王听你解释稻草人之事。”言罢，退至门边。我一怔，未及回应。2名御医已至面前，神色凝重：“王妃所言不虚，皇上之症却与毒药表象相似，实则另有因由。”他们接过我写就的药方，细看后目露惊叹：“此方可用。”我起身道：“针灸疏导之事，便托付诸位了。”此时太后急问：“皇上究竟因何发病？”年长御医禀道：“臣等受毒药所惑，误判病情。皇上时因服用令人亢奋之药，心脉不堪负荷而显虚弱之象。2种药效结果相似，然根源不同。”我适时道：“太后既已查明病因非妖氏之毒，请重查此案，勿令真凶逍遥。”太后拂袖喝道：“来人，将案发时在场人物一概控制，给哀家彻查。”我走出房间，对跪地已久的秦陵温言道：“太后已命人重查，只要其无辜，定会平安。”秦陵闻之，身子一软，瘫坐于地。沈南极匆匆赶到，秦陵含泪责问他为何才来。沈南极尚不明就里，秦陵已向我深深鞠躬：“王妃大恩，无以为报。日后若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”我扶起他，当务之急是弄清妖氏来历。赵暖可去天牢询问其，你们2人暂时不能离宫。赵暖立刻动身前去。待御医来报皇上脉象健稳，沈南纪也从秦陵处得知事情始末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他低声问秦陵如何与我相识，
秦陵直言今日初见，并告诫他莫信外界传闻。我坦然道：传闻也非全假，我曾确有不是之处，但流言终是流言，真相还需亲见。宇文耀从偏厅走出，告知太后已准许沈南极一家回府，但真相查明前不得外出。沈南极连忙道谢。宇文耀直指我，该谢的是他，若非他力争，你们此刻已在牢中。秦陵与沈南骥再次郑重向我致谢。回府马车中，宇文耀问我对此案的猜测，我分析道：谋害的可能较小，若真欲弑君，当用剧毒，而非这般药效不强的亢奋之药。宇文耀未知可否，却忽转话题。稻草人之事，本王与你解释。此刻说罢，过时不候。我确认道：即便王爷听后生气，也不怪罪。本王言出必践。我当即坐直，语速飞快。昔日周子雅常炫耀宠爱，我便以红墨写其名泄愤。那纸本应销毁，却我愿旧仆懈怠，定是有人买通下人，采取部分沾于稻草人栽赃。当日搜我院子者，皆是周子雅的人，行事自然方便。说完，我立刻指向宇文耀，王爷答应不怪罪的。憋着，别开口骂人。宇文耀额角青筋微跳，终是未言。回府途中，宇文耀闭目沉声。本王与你解释稻草人之事，可没让你夹带私货辱骂子雅。我移开视线，小声嘀咕：这可是王爷亲口承诺不怪罪的。我已算收敛了。宇文耀睁开眼，目光复杂地看了我片刻。你方才所言，本王记下了。我挑眉，记下是何意？字面之意。他重新闭目，不再多言。我转而提起入宫缘由，将误收礼物、结识秦陵之事简要说清。宇文耀听罢，只嘱咐道：皇上之事已了，莫再插手。马车停稳，我正被红渊搀扶下车。周子雅提着裙摆匆匆迎来，见我从宇文耀马车下来，她脸色微沉。王妃怎与王爷同车？顺路，我淡淡道。周子雅转向宇文耀，满面忧色。王爷，皇上可安好？妾身担心的紧。我忍不住刺了一句：皇上抱恙，侧妃倒比太后还忧心。妾身是担心王爷。周子雅急道：上回王爷与王妃同行，便遇险受伤，今日见二位同归，难免想起旧事。打住！我抬手制止。遇刺之事也能怪到我头上？当日是王爷强带我离府，我才是受累的那个。傅雨英。宇文耀出声，我啧了一声。王爷不必多言，我懂，定又是我想多了。红渊，我们走。周子雅望着我离去的背影，委屈垂首。王爷，妾身又说错话了。宇文耀揉了揉额角。无妨，你方才想说什么？周子雅重展笑颜。萧南说我们三人许久未一同用膳，妾身备了王爷爱吃的菜，还炖了3汤。今晚奏折堆积，皇上又刚出状况，实在抽不开身。宇文耀打断他：你与萧南用吧，改日再聚。周子雅笑意微僵，仍温顺道：那晚些妾身让人送餐汤去书房，王爷莫要太过劳累。回到院中，青稞迎上前：小姐，餐汤已炖好，王爷可来用膳。周子雅摇头：送去书房吧。他独自坐下，神色掩不住失落。原以为皇上此次凶多吉少，谁知又化险为夷。青稞不敢多问，悄然退下。我将户籍进展告知苏金3人，正要用晚膳，红渊来报：小姐，萧南少爷来了。萧南站在门口，低头小声道：我能花钱买你陪我吃饭吗？我有些意外，你干爹干娘不能陪你吗？干爹忙，干娘说胃不舒服。萧南顿了顿，今天是干爹带我回府的日子。我明白了，这孩子是觉得孤单了。行，我陪你吃，不用给钱。萧南却摇头：王妃喜欢钱，我给钱就是交易，交易要守契约，您就不会骂我了。我失笑：谁教你的？算了，你非要给的话，就1两吧。萧南立刻让人将早已备好的菜肴端上，桌面转眼摆满丰盛佳肴，与我原先的3菜1汤天差地别。这也太多了，我看着满桌菜色哭笑不得。吃不完可以赏给下人。萧南认真道：您先动筷吧，您是长辈。我是你雇来陪吃的，你说了算。萧南这才小心起筷，见他渐渐放松，话也多了起来。王妃最喜欢吃什么？我不挑食，除了胡萝卜。我笑着夹菜，今天的菜都很好。饭毕，我轻按微鼓的肚子，实在吃的太多了。萧南观察着我的神色：王妃不舒服吗？吃撑了而已。我摆摆手，让红渊撤下碗碟。周子雅得知萧南昨夜在我院中待到很晚，怒斥下人通报不利。他直奔萧南处，却得知人被宇文耀叫去了书房。周子雅赶去时，正听见书房内传来笑声。萧南开门见他，开心道：干娘快来尝尝这个。宇文耀推过一只琉璃杯，里面的果茶你试试。周子雅浅尝一口，只觉清甜爽口。宇文耀道：这是白桃乌龙茶，傅玉英提议用琉璃杯盛放，却比普通杯盏更显诱人，放在店中陈设，能吸引顾客，甚至可连杯一同售卖。周子雅听见我的名字，脑中轰然一响，王爷竟如此自然提起我，言语间并无厌弃。他忍不住脱口而出：王爷为何不问问我？话出口，方觉失态，忙补救道：妾身也想为王爷分忧，只是单靠新式茶饮，生意恐难兴隆吧。
宇文耀简单解释了饮品店的构想，周子雅听得茫然。宇文耀道：“待店铺开张，带你去一看便知。”周子雅心中沉闷，她分明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。王爷甚至未解释我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，不是说即将休妻吗？为何他竟感到某种无形之物正悄然改变？萧南察觉气氛凝滞，想起昨夜愉快的猜谜，鼓起勇气道：“干爹干娘，我有个难题考考你们。”宇文耀看向他，周子雅勉强微笑：“若是答错，萧南可不许笑。”萧南挺胸道：“盘里有5个苹果，分给5个孩子，一人1个，为何盘里还剩1个？”周子雅沉思片刻：“可是数错了。”宇文耀淡淡道：“最后一个连盘子给了孩子。”萧南拍手：“干爹好厉害。”他又问：“什么字人人都会念错？”宇文耀答：“错字本身。”周子雅满眼崇拜。萧南不服，再出一题：“吊桥两头有猛兽，人打不过却过去了，如何做到的？”周子雅猜了几种可能，皆被否定。宇文耀沉思许久，重道：“猜不出。”萧南得意道：“是晕过去，不是过桥，是晕倒了。”宇文耀恍然，笑问：“这些谜题从何听来？”萧南脱口道：“是王妃昨晚教我的，她说我很聪明呢。”话一出口，书房内气氛骤冷。周子雅脸上的笑意瞬间冻结，她看着萧南谈起我时自然的神色，又见宇文耀并无不悦，心仿佛沉入冰窟。叛徒，连萧南都与傅语英亲近起来了。王爷不对劲，萧南也不对劲。那个贱人不是快被休了吗？为何暗中将手伸向他在意的人？难道从同意被休那刻起，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欲擒故纵？放松警惕，再逐个笼络。周子雅指尖掐进掌心，不能再等了。与其等他被休，不如让他去死。秦陵带着儿子沈俊奇来访，孩子初见我的脸时吓了一跳，躲到母亲身后。我俯身笑道：“琪琪，人和人长得不同，很寻常。”沈俊奇小声问：“王妃的脸能擦掉吗？”现在还不能。秦陵忙道歉：“这孩子问话太直，请王妃勿怪。”我摆摆手，让红渊带沈俊奇去找萧南玩。沈俊奇却突然上前鞠躬：“娘亲说感谢要弯腰，天牢又黑又臭，若不是王妃帮我，我就要被砍头了。虽然您长得像书里的坏人。”空气一静，秦陵慌忙捂住孩子的嘴。我无奈一笑，书里的坏人却时常是丑角。沈俊奇这才意识到失言，低头搓手。我好奇道：“你说话如此直接，在宫中陪读，没惹皇上生气？”皇上说就喜欢我直言。沈俊奇摇头：“他说只有我不把他当皇上。”我心中微叹，那孩子果然寂寞。秦陵解释，当初皇上自选陪读，挑中琪琪，原是这个缘故。青衣领沈俊奇离开后，秦陵正色道：“今日来，一是道谢，二是告知案情结果。”他饮了口我地上的养生茶，继续道：“琪琪身上那药饰是朱雅所赠。”我讶然，他里面的药也是他放的？是。秦陵眼神转冷，他想害死琪琪，令我无后。纵使事发株连，妾室亦不至死罪。他便是抱着谁都别好过的念头行事。秦陵继续道出真相：药室内的药粉因沾水结块，御医误以为投入茶中，实则是朱雅想让药粉随佩戴晃动，渐次沾染琪琪与皇上，伺机入口。我点头，他倒是算计得很。琪琪指认后，朱雅起初抵赖，是为他买药的下人拒货招供。秦陵面色冰冷，他现已被下狱，难逃死罪。至于皇上发病的真正原因，竟是一名宫女端错了糕点，将太皇太后的药膏误成皇上。其中一味药材御茶令人轻度兴奋，终诱发心急，犯错的宫女已被杖毙。太后已下令封口，但王妃是自己人，告知无妨。秦陵轻叹，琪琪的陪读资格已被取消，我倒松了口气。他随即取出3份户籍证明。您托付之事已办妥，沈南极略尽薄力，先将户籍定下，日后补全流程即可。有心了，我今天就让他们3个去户部一趟。我将户籍给了苏金他们，他们3人拿到崭新的户籍后都很高兴，以后就是和小姐一个国家的人了。入府将证明小心收好。苏金看着手里的户籍十分激动。我是不是也可以和青衣入府一样，为小姐出门办事？放心大胆的出去吧。若是交易所的人找上你，有了户籍的你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将你带走。你已经不是他们的所有物了。秦陵这才看到苏金，之前苏金一直站在角落里。我发现王妃选下人的眼光很高，这一个个都容貌极好，难怪王妃院里下人这么少。我没有说下人少的真正原因，笑笑道：重要的还是办事能力和忠诚度。窗外日影西斜，一日将尽，而新的路已在脚下铺开。